战一晨不满足他蜻蜓点水般的亲吻，搂住他，回给他一记热情的深吻。一吻之后，战一晨信任的道：我知道你不会当圣母，你的行事风格我很喜欢，跟我一样，咱俩天生就是一对。脸皮是越来越厚了，脸皮不厚也追不到你。倪云初听到脚步声了，两个人才松开彼此。管家走进来，走到两个人的跟前，恭敬的道：大小姐，我已经派人暗中跟着二小姐了。二小姐离开后，借用外面保安的手机打了一通电话。说着呢，她把用纸墨写下来的手机号码递给了宁云初。二小姐打的是这个号码。电话打通后，二小姐并没有和对方聊太久，很快就挂了电话。宁云初接过了写有郑太太新手机号码的小纸条，看着这个号码，说道：这是谁的号码？宁家亲戚没有人用这个号码。他抬头对管家说道，盯着宁思琪的行踪，看他去哪里，和谁接触了，不要被他发现啊。至于这个新号码背后的主人是谁，他会查清楚的。管家呢，就恭敬的应了，然后默默的退出去，不打扰小俩口。战一晨从宁云初手里拿过了那张纸条，说道：我帮你查一下这个号码是谁的，我自己能查到的。我最近闲得很，你就给我一点事情做做吧，免得我闲得无聊时就老是想着。他的视线在他身上来回巡视了几遍，没有说下去。宁云初脸微红，娇嗔他几句呢，也就由着他帮忙了。哎，他不就是怕他请莫大哥帮忙吗？这么小的事情，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让莫大哥帮忙的，那他自己就能解决啊。不是跟程医生说了，晚上亲自下厨烧一桌子好菜招待他吗？走吧，我们回山庄去。战一晨问他，你不休息一下？回去的路上我在车上睡一会儿就行，到了你叫醒我。战一晨笑，也可以。他挑起一块小点心喂进他的嘴里，问他有什么需要带回去的吗？我帮你收拾，你家里什么都有，我还需要带什么？她是还没有嫁给战一晨，自从两人订婚后，战一晨名下的所有房子里都有他的生活用品，悠悠山庄里也有他的房间，他的日常所需。战一晨又笑，我发信息给我妈，告诉我妈一声，你每次跟我回去。我妈都特别开心，然后就把我这个亲生儿子抛到一边了，眼里只有你这个准儿媳妇。提到未来的公婆，宁云初眉眼也是笑，就公婆对她都是极好的，就战家所有人对她都很好。对了，有个消息跟你说一声，商家的大少奶奶生了个儿子，明天有空的话，我们去医院探望一下，看看小娃娃。奶奶说小宝宝挺可爱的。闻言，宁云初抬头看他，笑问生了吗？上次听彤彤说，商大少奶奶的预产期是在下个月的，怎么现在就生了？提前了半个月，听说也算是足月生的了，不属于早产。现在还早，要不我们先去医院探望了商大少奶奶，再回山庄。商太太是海童的亲大姨，商家与战家算是亲戚了。商大少奶奶生了，那他们是该去看看的。你说了算。宁云初当即起身，我去准备一点礼品。对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几个金锁，是现在送去，还是等宝宝满月了再送？宝宝满月时，好像还要买几套新衣服送给宝宝的吧？准备点礼品带去就行，其他的留着满月酒再送吧。哎，你准备了好几个金锁啊？宁云出去准备礼品了，他边把营养品拿出来边说到，小军肚里一个，彤彤肚里也有一个宝宝，我就多准备了几个金锁，送给小宝宝们当见面礼。战一晨起身走过去，看着他把一盒盒的补品拿出来，装进了礼品袋里，眼神柔和又满是深情，低声说道，多准备几个。以后咱们也有小宝宝啊。扭头看他两眼，宁云初笑道，咱们连婚都还没有结，生娃的事还早着呢。没听程医生说我现在的身子
生育艰难的需要调理1年半载呢。要是别人帮我调理，最长时间还得调查个年。没事，我们可以提前为宝宝多准备点东西。等有了小宝宝，她就是个小富婆了。宁云初笑，没有再接话。她要当妈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不用着急准备那些，准备好了礼品后，宁云初上楼换了一套衣服，然后跟着战逸晨一起离开了家。战逸晨想着，既然去医院探望蓝晶，就在医院里帮宁云初抓药了。晚上肯定是在悠悠山庄留宿，云初每天要喝的药不能停。两人呢去了医院探望蓝晶，蓝晶住的高级病房里，又挤了很多人，都是商家的亲朋戚友，收到了好消息，跑来探望蓝晶，也是看新生宝宝的。战逸晨带着宁云初敲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其他人才刚走，房里只有商无痕夫妻俩，小宝宝在哭，商无痕抱着儿子走来走去，哄着小娃别哭。看到战逸晨来了，他朝战逸晨点点头，算是打过了招呼。怎么哭了呀？战逸晨看到商无痕抱孩子的姿势生疏得很，说他是不是你抱得他不舒服？他凑近前去看小宝宝，觉得小小的一只有点丑，眼睛都没有睁开就知道哭，哭声还特别响亮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商无痕这夫妻俩都是俊男美女啊，怎么就生了个丑娃呢？就这句话，战逸晨不敢说出来。奶奶还说小宝宝可爱，长得俊，他是看不出小宝宝哪里长得俊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哭，喂了奶粉后就睡了一会儿，醒来就张嘴哭。儿子，你别哭了呀，你哭啥呀？商无痕哄着儿子又哄不住，就他只能抱着儿子走来走去的。抱姿又不好，宁去初看着他抱孩子，这都担心孩子会滑落在地上。可能是拉了吧。蓝晶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商无痕便抱着儿子转回房间里去了。战逸晨和宁云初跟着进去，不过战逸晨只是站在听雨房间的连接门口，宁云初则是进了房间。晶姐。宁云初笑着走到了床前。蓝晶也回以笑容。云初，你来了，你快坐啊。说着他就要扶宁云初坐下，宁云初自己伸手拉了椅子近前，然后坐下。蓝晶看着他的动作，都忘记了去看那个正在哭的儿子了，问着宁云初，云初，你现在能看清楚了？他是知道程玲玲过来给宁云初治眼睛的事，进展如何他却不清楚。怀孕后期他除了出门去医院产检，就很少出门了，就商无痕也很少会跟他说别人的事。上次好像听小姑子说了一嘴，程医生有把握能治好宁云初的眼睛，他还和小姑子说程医生有把握那就是好事。宁云初太可怜了，他们都希望宁云初能够重见光明，能看清楚眼前的事物了，看远一点就还是模糊一片，那就跟那些高度近视的人一样。宁云初温声应着，又让蓝晶晶姐，你快躺着，别坐太久，我听说月子里头要多躺，少坐，这样以后就不会腰痛，能看得见了就是好事，慢慢来，后面都能看清楚的。我没事，就是小家伙老是哭，无痕哄不住他，我看看他是否拉了。知道宁云初能看见了，蓝晶很开心。等到丈夫抱儿子过来了，她从丈夫的手里接抱过儿子，再将小家伙放躺在床上。她检查了一下儿子的尿不湿，说到还真是拉了，无痕，拿尿不湿来帮他换了。这孩子是个爱干净的，只要拉了就哭，还要用温水帮他洗干净，舒舒服服了才肯睡的。都是新手爸妈，蓝晶比商无痕上手快。商无痕拿来了尿不湿，看到儿子是拉了大的，又赶紧去打来了一盆温水，洗了毛巾拧干水。等到妻子帮儿子换掉了尿不湿，他温声说道，我帮他擦洗擦洗，
你别倒水，丈母娘出去买东西了。他的父母和妹妹又都回家去，他一个新手爸爸留在这里陪着爱妻，照顾着刚出生的柚子，手慌脚乱的。小宝宝睡着了还好，不用怎么管他，就只要醒来就是哭。他又不知道儿子哭什么。你洗毛巾，我不倒水没事的，况且是温水，妈只是说别倒冷水。蓝晶还是从丈夫手里拿过了毛巾，帮小家伙擦洗干净，换上干净的尿不湿。小家伙睁开眼睛看了看后，很快就闭上眼睛，舒舒服服地睡觉去了。宁云初看着小家伙换过了尿不湿后，果真不哭了，还舒舒服服地睡着，笑道还真是个爱干净的小宝宝。晶姐，能给我抱抱吗？可以啊。蓝晶抱起了儿子，再递给宁云初，让宁云初抱着。商无痕则端起了那盆水出去。那战一晨看着堂堂商事大总裁干着这种事，很新鲜的样子。感受到战一晨的眼神后，商无痕说了他一句：等到你以后当了爸爸，你就会理解我现在了，会心甘情愿地做这种事情。不过你还没有结婚，暂时是体会不到的。说着，商无痕走向了洗手间。战一晨转身走回到厅里的沙发上坐下来。商无痕洗干净了盆以及毛巾后，盆放在了洗手间里面，毛巾他拿了个衣架挂起来，又洗了手，才从洗手间里出来，去看过爱妻，见爱妻躺下了，儿子在宁云初怀里抱着，他才回到战一晨的对面坐下。你未婚妻的眼睛恢复得不错，刚才蓝晶和宁云初的对话他都听到了。程医生说年前应该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，程医生医术是真好。你们来之前他也来过，不过他很忙，没待上10分钟就走了。程玲玲是君然的四嫂，商小飞和君然是一对儿，商家与君家以后会成为亲家。知道蓝晶生娃了，程玲玲肯定要来看看的，她是很忙，说要给病人看诊。战一晨对程玲玲充满了感激之情，虽然程玲玲说她是捡了前辈的功劳，说宁云初的眼睛被前辈治好了一半的，她再给宁云初用点药，宁云初就能看见，那她还是感激不尽。你们俩的婚期也近了吧？近了。提到要结婚的事，战一晨满脸都是笑。嫂子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？她是顺产的，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战一晨又嗯了一声。他和商无痕没有太多的话题，主要是商家呢与这战家以前不对付。海童认亲后，两家都替海童考虑，才没有像以前那样斗得你死我活的。但两大集团想合作，或者像朋友那样相处，不太可能，就偶尔还是喜欢在背后捅对方一刀的，只是不敢捅得太深而已，怕海童知道了，夹在中间不好做人。两个人很快就没有话题可以聊了，就你看我，我看着你的。最后商无痕问着战一晨，要不要看电视？我开电视给你看。不用了，我们一会儿回山庄去。又没话说了。好在那宁云初很快出来了，宝宝睡着后，他将宝宝放躺在蓝晶的身边，挨着妈妈睡，小宝宝呢睡的时间长一点。看到宁云初出来，战一晨起身迎向未婚妻。宁云初说道：晶姐需要休息，小宝宝睡着了，我们改天再来看晶姐吧。蓝晶毕竟才生产完不久，是需要好好休息啊。战一晨嗯着，牵起他的手，向商无痕说再见。商无痕送着两人出去，一直送到了电梯口，才转身往回走。蓝晶母子俩都睡着了，商无痕便在床前坐下，看着母子俩，眼神柔和，忍不住凑近前，俯下身去，在爱妻的额上亲了亲，又在儿子的小脸上亲了一下。小宝宝被他碰一下，两手都抖了一下，他连忙温柔地轻拍着小家伙，小家伙便又睡安稳了。越看越喜欢，
商无痕干脆抱起儿子，就让儿子在他怀里睡。虽说他的抱姿不好，就是不好才要多抱抱。哎，多练练才能抱好。这个小家伙折腾了他爱妻将近10个月，他一度想放弃小家伙的。夫妻俩还因此闹得差点要离婚，连战印夫妻俩都跑来劝阻他。如今看着儿子可爱的样子，商无痕的一颗心啊，软了又软。有娇妻爱子，他的人生完美了。商家别墅大门口停了3辆车，为首的那辆车呢，司机按响了车喇叭。很快呢，管家走出来看，就他先开了一扇门，走到车窗前。司机适时按下了车窗，请问你们找谁啊？管家看了2眼车后座的人，是个老女人，但他不认识，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就没有见过的人，他不敢轻易让人进去。司机答道：我们家主听说你们家大少奶奶生了，特地上门祝贺。我们家主姓凤。姓凤？管家还想再问清楚一点啊，忽然记起凤晴以及太太就是姓凤的。管家心里有点明白了，便说道：你们稍等片刻，我进去问问我们太太见不见你们家主。司机扭头看了凤家主，凤家主微微的点了点头，司机便嗯了一声。管家扭身就走。数分钟后，管家出来了，他打开了别墅的大门，让这凤家主的车子可以驶进别墅里去。在管家的指挥下呢，凤家主的车辆在一处空地上停放好。凤家主下了车，他的贴身保镖跟随着他，把礼品送进去。你们就出来，在外面等着我便可。凤家主威严地吩咐着这保镖们。保镖团呢，恭敬地应着。管家请着凤家主一行人进屋。凤家主不着急进屋，他先环视着商家大院的环境。好一会儿，他才跟着管家走，化了妆，遮掩了一点老太的脸上，隐隐有着点不悦，不过隐藏得很好，管家并没有捕捉到。凤家主是恼商太太没有亲自出来迎他，怎么说他都是贵客，而且呢，他还是商太太的长辈，哪怕他还不能100%确定。商太太是自己的外甥女，她年纪比商太太大，又是一个家族的当家人，商太太也应该出来迎她。但是商太太没有，只让管家引着她进屋。不要说商太太没有出来迎她，连商家的小辈都没有出来。凤家主内心不悦，觉得商家人不懂得待客之道。管家带领着凤家主一行人进屋，那凤家主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商太太夫妻俩。那除了夫妻俩便没有其他人，就商小飞在隔壁军人的家里，那以后也是商小飞的家，还在装修期间，商小飞便天天过去看看。就看到凤家主进来了，那商太太夫妻俩才起身。这商太太盯着凤家主看，哇，这是她的二姨。见到凤家主这一刻，就勾起了商太太尘封了几10年的记忆。家遭巨变的时候，她已经有几岁大，对自己的亲二姨，商太太是有印象的。没有见到人的时候，她可能想不起二姨的样子，见着人了，她就能想起来。凤家主也看着商太太，努力地从商太太的身上寻找长姐的影子。就除了那股子沉稳干练的气息像她的长姐，模样倒是不太像，但像她的姐夫。姨甥俩就这样，你看我看你，谁也再上前一步，也不说话。良久，商太太才淡淡的道：凤家主，请坐啊。凤家主上前几步，最后在商太太的面前停下来，近距离了。凤家主轻轻地说道：你很像我姐夫。是了，小时候的你，就是长得像你爸爸的。你妹妹才像我大姐。凤家主这是什么意思？商太太淡冷地问着。凤家主笑了笑，说道：阿莹，我想很多事你都是知道的了。江城那边的谣言，你不可能不知道的。战家3少爷在江城逗留了很长时间，
那大家也在说凤家上任家主的2个女儿在管城，那连他亲生女儿都偷偷的跑到管城来打听消息，而他来了管城半个月，能打听到的都打听清楚了，主要是凤姓很少见，管城姓凤的人并不多，年龄符合他大外甥女的人只有商太太。在了解商太太年轻时的丰功伟绩，凤家主都不用怀疑，就可以肯定商太太是他的大外甥女。商太太在生意场上的精明干练，就有她长姐的影子。当年要不是长姐生完孩子后，还没有养好身子，又要忙着公司和家族的事，导致身子一直没有调养好，最后不得不教她处理一点事情。她也没有机会扳倒了长姐和小妹，坐上家主一位。商太太还是那副淡淡的态度，她说到知道，他们都说我一家人，除了我和妹妹，他们都死在你手里，还有我的小姨也是被你害死的。凤家主神色不变，就他自顾自地在沙发前坐下，示意保镖们将他带过来的，厚礼放在茶几上，然后示意保镖出去。等到保镖都退出去了，凤家主又看向了商先生，上下打量了商先生一番后，说道：“我这个外甥女婿倒是不错。”凤家主好。商先生见妻子都没有叫姨，他随妻也不叫，他没有见过面的丈母娘一家极有可能是这个女人害死的呢。就商太太示意丈夫去给凤家主沏一壶茶过来，他在凤家主对面坐下，眼神锐利地锁住凤家主。凤家主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凤家主笑了笑，说道：“阿莹，你也说了那是他们说的，他们有证据吗？不都是谣言？是谣言，谣言大都是假的。我们凤家内部有点分歧，是别人故意散播这样的谣言，意欲破坏我们姨甥感情的。”商太太知道凤家主不会承认，就没有人傻到会承认自己是杀人犯的。苦于自己现在也没有证据，事情又过去了几十年，家遭巨变时，他不过是几岁大的孩子童，如今他已经50-60岁了，就算想找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事。谣言是很多假的，但无风不起浪。凤家主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他说道：“阿莹，你要是相信了谣言，就中了他们的离间计。你如今也是有权有势的太太，大可以去查。要是有证据证明是二姨害死你爸妈的，你随时可以把二姨送进监狱里去。我是你妈带大的，你妈虽说是我姐姐，却像个母亲一样，对我疼爱有加。我有多丧尽天良才会害死如母亲一般的长姐。当年你家里出事，我在外面处理各种事情，一时疏忽没有看好你姐妹俩，导致你姐妹俩被保姆带走，是二姨的错，是二姨失职，对不起你们，也对不起我姐姐。但二姨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你姐妹俩的。”商先生给凤家主沏了一壶茶过来，商太太给凤家主倒了一杯茶，她将那杯茶放在了凤家主的面前，抬眸看着凤家主，眸子闪烁，问道：“如今找到了我姐妹俩，是否就将家主之位让给我们？她妹妹死了，但她还活着，而且她姐妹俩都有女儿。如果按照凤氏家族的规矩，她的女儿要姓凤，以后继承凤家主之位。不过小妃不愿意，她也不会坐那个位置，便可以由妹妹的后人来上位。”这凤家主没想到商太太会这样问他。姨甥几十年没见面，在重逢时见了面，外甥女与他说话，总是夹枪带棍，对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相信的。那凤家主呢，也不指望商太太相信他说的话。那商太太在管城的传奇，他也打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但他还是想不到商太太话语那样的犀利。一时之间，凤家主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商太太坐正了身子，直勾勾地看着凤家主，嘴角微弯，似笑非笑的，又似是在讽刺着凤家主的虚伪。
凤家主内心有着怒火，自从灭了长姐和小妹，坐上了凤家主之位后，就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态度对他，大家对他都是恭恭敬敬的，习惯了别人的顺从恭敬，现在被商太太这样无声的讽刺，凤家主不怒火才怪呢，却又不好发作。这里是商家大宅，还是在管城，并非是在凤家的地盘，他再多的气也要忍着。几十年来，凤家主派人寻找我姐妹俩，我想是真的，就是不知道凤家主找我姐妹俩是为了帮着我父母照顾我们，还是想斩草除根了。阿莹，凤家主低叫着，他保养得不错，但由于年已七旬，保养得再好也有了老态。他脸上有着痛苦，说道：阿莹，你还是信了那些谣言，认为你父母他们是被我害死的吗？我找你们姐妹俩，真的是想好好的将你们抚养长大的，从来没有想过害你们。你和你妹妹是我长姐留在这个世上的血脉，我怎么可能？阿莹，咱们几十年不见面，你对我没有信任，我也不怪你。你妹妹过得不太好，二姨知道了她的情况，心疼得很。是二姨没用，找了你们几十年，如今才找到你们，要是我早就找到了你们，你妹妹也不会过得那样惨。海玲姐妹俩也有个靠山。阿莹，几十年前和现在不一样呀，你想想，以前通信方便吗？出行方便吗？有那么好的高科技、大数据，那么多的监控吗？有互联网吗？都没有呀，所以找人是很困难的。那商太太就不说话，就是静静地看着凤家主表演。等到凤家主说完了，他才平静地道：我妈不死，我是我妈的长女，凤家的家主之位就是传给我，轮不到二姨，更轮不到凤若。哦，凤若可不是我们凤氏家族的血脉，二姨也是有本事，亲生女儿被人换了20几年都不知道。凤家主的脸色变得难看，倒是没有冲商太太发火啊，只是悔不当初地道，刚生完凤晴时，家族里出了点动乱，我不得已拖着刚生完孩子的弱身体处理家事，忽略了凤晴，就被前管家有机可乘。以前生孩子又是在家里生的，前管家在凤家当了多年管家，动了歪心思，轻易就把我的女儿和他的女儿调换了。刚出生的小娃都差不多，等我处理完动乱，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。再见孩子时，我是觉得孩子似乎有点不一样，又以为是过了几天，孩子一天一个样，会有点不一样是正常的，就没有起疑心。我是做梦都想不到前管家会有那样的歪心思。阿莹，一家之主很不好当的，里里外外都要操心。是我大姐活着时把你当成了接班人来培养的，那也是家族里众人默认的事。凤家主端起了那杯茶水，喝了半杯，滋润过喉咙后，才接着往下说。我大姐出了事，小妹又跟着去了。那一年是我们凤氏家族的黑暗年，天都要塌了。阿莹，二姨是万不得已才接替家主之位，我们家族的经营方式，你想必也打听清楚的。一个大家族不能没有个领头羊，我们家族又一向是女子当家，咱们都是嫡之一脉，可不能让旁支掌权。二姨是那样才上位的，并非是二姨图权势害死你父母他们都是死于意外，是意外呀。凤家主叹着气，论理说，找到了你姐妹俩，你妹妹早事就不说了，就说你和你女儿，你连丧事都不再管，退休在家里养老。你长媳妇今天才给你添了个小孙孙，那以后你都是在家里含饴弄孙，你还愿意接管凤氏的事务？凤氏现在也不如以前了，不管是外里还是内里都有不少问题。二姨年纪大了，想处理已经力不从心，只能指望我的接班人了。若是将凤氏家族都交回到你们手里，你还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上手。再加上你们不在凤家长大，脱离了几十年，
以前的老人家要么不管事，要么已死，年轻一代不会给你面子，你也很难上手。你的女儿商小姐倒是个聪明的，就是她适合当一家之主吗？阿莹，二姨只是不想让凤氏家族再发生更大的内乱，就才硬着头皮继续管着这些琐事。商太太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她也是喝了半杯的茶水后，放下了杯子，看着凤家主，呵呵的笑，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让我妈的后人继承家主之位。我是不打算管凤氏家族的事，小飞也的确没有这个心思，但我妈并不止我一个女儿，我主动放弃的话，理应由我妹妹接班。我妹妹不在了，她还有2个女儿，海童没有这个时间，海玲却是有的。海玲也有那样的头脑和魄力，若是海玲都放弃了，才能轮到二姨这一支血脉。现在二姨坐在家主之位上，已经几十年了，我们就不好不敬长辈，硬把你拖下来。不过在接班人这件事上，二姨是否让海玲和凤晴一起接受相同的培养？凤家主一噎，那让他也培养一下海玲。凤家主是绝对做不到的，他已经坐稳了家主之位，等他干不动了，肯定是给自己亲生的女儿接家主之位。凤晴是他真正的血脉，比起凤若要好很多，什么都是一学就会，主要是那丫头狡猾，会扮猪吃老虎。现在江城的人不都被那丫头骗得团团转的，大家都以为凤晴是个软弱可欺的，说她在乡下长大，见识有限，就算回归了凤家，也是一团烂泥，扶不上墙。那做出来的那些成绩都是因为她团队里的人给力。虽说明面上啊，凤家主对亲生女儿的态度始终不好，就表面上呢，还是更疼爱凤若这个养女。在知道凤若不是自己亲生的后，他就迅速调整了心态，接受了凤晴这个亲生女儿。由于凤晴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，他年纪又大了，再撑上几年就要退休。一般家主就算身体再健康，在80岁之前也要退下来的，免得越老越糊涂，决策不利于大家族发展。那为了让凤晴早点熟悉一切，识穿凤晴是个扮猪吃老虎的人后，凤家主就配合着女儿一起演戏了。他害了姐姐和妹妹，才爬上了家主之位，又做了几十年，接班人都培养出来了，再让他将家主之位还给长姐的后人。无论如何，凤家主是做不到的。看着凤家主一副不知道说什么的样子，商太太又是呵呵的笑，那笑声听在凤家主的耳里，说有多讽刺就有多讽刺。她这个外甥女小时候就是很厉害的，有她长姐的风范，几十年后再见，依旧是那般的厉害。凤家主想到自己的女儿，就算凤晴比凤若更有资质，却是无法和商太太匹比的。商太太嫁入商家后，深得公公和丈夫的信任，能在商氏集团画室经历过大风大浪。凤晴还是太嫩了吧。最让凤家主郁闷的是，凤氏家族的长女血脉，难道就一直可以碾压其他女儿的血脉吗？海玲不也是长姐次女的血脉？海玲除了在婚姻里栽了个跟斗之外，其他方面目前看着还行，但是远不如商太太年轻时那般雷厉风行。那其实商小飞只要愿意去学，她也会成为个厉害的大佬，只是她不愿意走女强人的路线。她的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，不喜欢拐弯抹角，直得很。当一家之主容易得罪人，因为不够圆滑。不过以商小飞的出身，她也无需圆滑，从来都不用担心得罪了人会惹下多少祸事。阿莹，你儿媳妇刚给你添了个孙子，我就备了点补品送过来，让你儿媳妇补身子的呀。凤家主换了话题，商太太也不和他在那个话题上纠缠下去。知道凤家主是不愿意将家主之位让出来的，就更不乐意让海玲取代凤晴。商太太只是看看他这个二姨是什么态度而已。
知道了二姨的态度，他以后报复起来也不必手下留情啊。当然了，就算凤家主惺惺作态的，那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因为放过了敌人，就是害了自己啊。我们家不缺补品。凤家主温声说道，我知道你们家不缺补品，这是二姨的一点心意，我们几十年没见，如今二姨找回你们了，以后还要多走动走动。前段时间二姨就想过来求证一下的了，一直没有时间，这次趁着参加战少和海童的婚礼，二姨花了不少时间才证实你就是我的外甥女。凤家主说话时还一脸的慈爱地看着商太太，商太太神色还是淡淡的，对这个几十年不见面的二姨热情不起来，甚至没有亲人重逢的激动。海童嫁入了战家，挺好的。凤家主见商太太不说话，只得自己找话题啊。你妹妹呢，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，她的2个女儿如今都过得极好，我们当长辈的也能放心。参加战印的婚礼时，凤家主想从海童身上找到长姐的影子，发现海童和长姐不像，倒是那个小花童有点像她的长姐。当时他还心存侥幸，盼着海童不是长姐的后人。经过他多方打听求证，凤家主就失望了。他的侥幸没用啊。那商太太呢，就是他的大外甥女凤莹，海童姐妹俩也就是长姐的后人了。海童嫁的又是管城首富战家，商太太则是商家的当家太太，而在管城，战家和商家各占半壁江山，这2家联手的话，凤氏家族是抵挡不住的。凤家主思前想后，最终登了商家大门拜访，开诚布公地认回外甥女。至于血海深仇，都过去了几十年，谁手里有证据能证明是他害死姐妹的？没有证据，就算外甥女有本事有权势，也拿他没办法。凤家家主之位他做了几十年，也不可能再交出去。要是姐姐的后人要和他的女儿争权夺利，就看看谁有本事了，胜者为王。那若是他的女儿输给姐姐的后人，他也认了。商太太就淡淡的道，凤家主怕是也操心不到我外甥女的事，还是先操心你的真假2个女儿吧。凤家主，阿莹，你以前和二姨说话可不是这样的，总是甜甜的叫着我二姨，有什么话都会跟二姨说的，有什么好吃的也会给二姨留着，现在却是夹枪带棍的。咱们姨甥俩几十年不见面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们，重逢了，你没有半点激动就算了，还是淡淡冷冷的态度。你是在怨恨二姨是吧？凤家主难过地道，是二姨的错，二姨当初没有照顾好你们姐妹俩，害得你们在外面吃了那么多的苦。你妹妹还早早就走了，二姨想到她就心疼死了。她小时候玉雪可爱，是我们的掌中宝。说着说着呢，她还红了眼睛。商太太眼神如电，冷冷地瞪着凤家主，讽刺地道，凤家主就不是走亲戚的样子。既然凤家主不是走亲戚，我可不敢厚颜无耻地贴上，沾亲带故的。这个老女人进来的时候都没有激动之情，她都不是来认亲的。商太太自然也不可能就以认亲的态度对待凤家主。凤家主还有可能是害死他家人的凶手。面对自己的仇人，商太太做不到好声好气，